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6季第20集。今天是眼镜仔的生日，那排场之大，简直像皇帝大寿。来庆贺的车辆停了一条街，送的礼物都堆成了一座小山。当然，这生日派对的配置也不会让来宾失望。这里有专属眼镜仔的定制饮料，还有蹦床、游泳池等娱乐设施，简直让人瞠目结舌。辛妈都觉得这样的聚会有点过了，普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。更别提除以上提到的那些，他们还给每个到来的人都准备了昂贵的回礼。这样的生日正是孩子们所喜欢的。小新已经开始向辛爸讨要同样的礼物了，这些玩意儿可不便宜啊！辛爸就想知道眼镜男哪来这么多钱，然后转头就看这家伙开始卖房了。他还牛气哄哄说就想把儿子宠得跟富二代一样。眼镜仔如今确实是老有少爷病了，他爹就奶酪切的不到位，就落得他一顿数落。看到这对父子俩如此争执，辛爸就想着绝不能助长这攀比之风，为此他决定偷偷搞砸这些生日聚会。3天之后是牧师女儿的生日，他们满怀期待，但车里一只动物也没有，这当然是辛爸干的，他把他们全送给了弗兰德了。最后是小胖子，他的彩蛋被换成了米糕，再然后他打晕了小丑，自己扮作小丑佯装自杀，把台下的小朋友们都吓坏了。辛爸做的事能瞒过其他人，可瞒不过朝夕相处的妻子，辛爸也没打算瞒他，只把自己做这些事的理由说了出来，说生日聚会已经变了味道，不再是庆祝自己的诞生，而是成为了互相攀比的温床。辛妈明白丈夫的意思，可若是这些被生日策划方知道了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生日帮的人来得很快，他们谴责辛爸竟敢与养育之情作对，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还说要举办一场永不落幕的生日聚会，让人人都有礼物拿，没有家长能够将就，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生日庆祝活动。生日帮的人告诉辛爸，他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，再也没人会给他的孩子做动物气球，也不会给他们定制蛋糕。兄妹俩一听这话，当即就崩溃了，他们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辛爸急了，赶紧恳求生日帮的人，只要能保全孩子的生日，让他做什么都行。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生日帮的人也就再给了他一个机会。下次过生日的是罗德，他们要辛爸给他办个生日派对，给弗兰德的孩子过生日。辛爸心里是100个不愿意，就问孩子们有多想过生日，那你有多想在星期六睡懒觉？说着，小新敲了敲2口锅，辛爸认输了，答应了生日帮的条件。没想到还有要求，那就是这场聚会要非常魔幻。这场魔幻的生日派对开在了飞机博物馆，不管辛爸如何不乐意，这位小寿星倒是喜欢的不行。这时邀请的荣誉嘉宾露露到了，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修复他的老兵。无巧不成书，这些老兵竟和老辛普森认识，为首的名叫马克，是老辛普森在空军的老战友，此次前来就是想让孩子们也看看这为世界带来和平的众多战机之一。寒暄过后，马克提出找老辛普森喝一杯，还不等老辛说什么，辛爸就先替他老子拒绝了，说老辛普森受不了太刺激的东西，因为一喝酒就会回忆往昔，一回忆往昔就会想到如今的老而无用。说罢就牵着他老爹离开了。老兵们见辛爸如此不尊重老辛，都有些愤愤不平，看样子他们要给辛爸点颜色瞧瞧了。这次罗德的生日聚会还来了一个很特别的人，那就是眼镜仔的表姐安妮卡。她的身材不错，且面容姣好，小新一见到她就被迷住了。再看这姑娘居然还会抽电子烟，简直被迷得七荤八素。虽说这吸烟的感觉直接让她原地升天了，但丝毫不影响她对这女孩的喜欢。晚上老兵们找到了辛爸，说要把他打一顿，直到他答应用心照料他老爹。一群老家伙能翻出什么浪？辛爸根本没在怕的，直接让他们放马过来。结果被弹了几次脑门之后就学乖了。小新跟着眼镜仔回了家，准确来说跟的是安妮卡。没玩多久，安妮卡的电子烟抽没了，于是就让小新去快易买帮他买回来，还说如果照办他可以获得一个吻。鼻尖划过的触感让小新心醉神迷，马不停蹄到了快易买，说要买5包电子烟。阿普以为小新是给自己买的，就说虽然在这个州未成年抽烟合法，但吸烟可能会导致他只能靠脖子上的洞呼吸。小新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，还挺酷的。他原本打算只给安妮卡跑个腿，如今却也想给自己来2包了。辛爸答应孝敬父亲之后，马克就决定让父子2人共同参与一项室外体力活动，来增进对彼此的了解。不得不说，这确实是有点多此一举了。他们根本不用互相了解，因为他们的想法
高度一致，只需要观察自己就能了解对方。比如他们都选择看电影，而且一步路都不愿意走，倒是让马克都有些无奈了。看电影的时候，辛巴也是絮絮叨叨，电影都结束20分钟了，他才把之前看过的电影回顾完。上次回顾完，这一次终于能安心看电影了。结果刚到精彩部分，老辛就要上厕所，辛巴不愿意也没办法，马克在旁边盯着，然后他就在厕所与影院反复横跳。电影都结束了，老辛才从厕所里出来。辛巴错过了电影，自然对老爹没有什么好脸色。这时马克说要让辛巴看点东西，然后他们就来到了退伍军人收容所。还不等马克开口，辛巴就说明白他意思了，就是想让他知道父亲拯救过多少百姓。但其实他想多了，马克只是想用强制手段让辛巴改邪归正。说话间，辛巴已经被枪口瞄准了。我觉得我像是参加了2战，被逼无奈之下，他只得说爱他老爹。爸爸，对不起，虽然枪指着我才说，但我是认真的。仨孩子在家玩起了屁屁游戏，小新对安妮卡自然是极尽奉承，说他重新定义了这游戏，把他夸的是天上有地下无的。安妮卡对他的态度却完全不同，直说小新喜欢的运动都没什么意思，比如棒球既不好玩又不能健身。对于小新这人，也只敷衍说他可爱。这时他俩吸交手烟的时候被新妈发现了，给这当母亲的急得不行。经过上次的事，父子俩的关系改善了许多，他们现在都能同喝1瓶啤酒了。新妈走过来，把小新吸烟的事告诉了丈夫，不想辛巴完全不以为然，还和小新说的一样，电子烟合法，还打听儿子喜欢的是哪种口味。若是这样，悉心教导也就算了，可小新吸烟完全是为了引起女孩的注意。这时小新也一脸焦急地跑了过来，告诉家里人安妮卡要被送回荷兰了，他还没来得及跟这个女孩学荷兰接吻呢。老辛普森见孙子为情所困，就讲了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。那是在19世纪50年代，人类还没有环保意识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型垃圾场。说回正题，他当时负责清理跑道的沙漠龟，而马克则是试飞员。晚上他们都会在水吧里休息，每当这时，他就会勾搭店里唯一的鸡尾酒女服务员，她被人们称作阳光宝贝，因为她有又黄又亮，要是靠得太近会被灼伤。金小妹突然冷不丁的接了一句，老辛有些生气，你这么会说，干脆你来讲，求你了，把故事说下去吧。这姑娘果真悟性不错，猜出老辛普森和阳光宝贝调情之时，马克来了，并邀请他跳了支舞。在那之后，马克被安排去试飞新机型，而他恰好听说了一些不好的事。马克知道那新机型就是个死亡陷阱，所以不愿把命搭上去，但上校可不管那么多，就让他上。听到这段对话的老辛普森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或是因为想被阳光宝贝另眼相看，又或是因为被人打入了过量的麻醉剂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上了那架飞机，首次试飞带给他的感觉很奇妙。恍惚间，他好像能看见上帝就在眼前，身旁则是浩渺的广阔宇宙。这时燃料耗尽了，飞机开始不受他的控制，高空的温度极低。幸运的是，他的手冰冻在了操作杆上，他驾驶着飞机突破了阴障，成功化险为夷。虽说最后他没有把飞机带回去，但好在他人终究没事。晚上他照例去了那间水吧，询问阳光宝贝是愿意嫁给魅力四射的飞行员，还是试图拯救飞行员的哑巴。阳光宝贝梦娜的亲吻代表了一切，我会为鲁莽的傻子而着迷。众人一听这阳光宝贝居然是新奶奶，不禁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。毕竟他们看到奶奶的时候早没了爷爷说的那般光彩照人，这倒是真的。梦娜是在离开老辛普森之后才逐渐变得开心起来的。老辛说他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如果你做出很有诚意的表示，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姑娘，但若是你为此抛弃自我，那么终究维持不了多久。小新听懂了爷爷的故事，他决定趁着安妮卡登机之前向他做出最诚意的表示。小新赶到机场的时候，安妮卡的前面就只剩几个人了，若不是他耳朵上的装饰太多，说不定两人会就此错过。面对气喘吁吁的小新，安妮卡并没有什么好脸色，只觉得这家伙又在装腔作势。没想到小新一开口说的是我不喜欢你，他说他只有在想要什么东西时才会开心，说他在这个国家待了3个礼拜，却讨厌这里的一切。事实确实如此，安妮卡对美国的喜欢建立在这里有新的东西让她厌弃。想法得到证实之后，小新便把那些电子烟也还给了她。尽管这些并没有回到安妮卡手里，但小新此举无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旁的眼镜仔见两人谈崩了，就过来安慰好基友，说他还有好多表姐妹可以介绍给他，但小新已经不想和他们家族扯上任何关系了。那些老兵也要走了，他们的出现确实让父子俩的关系改善了不少。辛爸说
说要给老爹煎块最后的牛排，心是好的，可老辛已经吃不了牛排了。辛巴想了个办法，把它打成浆，可老辛还是觉得太硬了。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，那就是电子烟。一口下去，老辛普森赞不绝口：“这是我吸过最棒的牛排。”攀比之风的盛行，源于人们心中的虚荣与不满足。虚荣的是父母，非要拿自己感情与别人去做比较，反而忘了它本身的意义。不满足的是孩子，即使父母已经做得够好，却依旧会被指责不够尽心。人总是在纵容之间变得愈加贪婪。辛巴的理智是其中一股难得的清流，但对抗的方法却不甚明智。破坏派对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想要从源头遏制，须得改变人们的思想。就如近期发生的棉花事件，不就正是因为我们上下一心，才把坏人的阴谋扼杀于摇篮之中吗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